可是各位，这里我刚刚讲，我要讲我的幸运。后来你们知道，不管我在辅导成年人的个案，辅导青少年小孩子的个案，好，比如说我最近在辅导一个好像国2的一个国3的一个小朋友，虽然是小朋友，但是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都叫他小阮经天长得很帅这样子。他内心有一个自己想追求自己人生的方向。好，比如说我听他在分析世界局势分析美国跟伊拉克之间分析所有这些东西，他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他有一个问题是，他有拒学症，他不想上学，因为他在学校的那个学习里面，他找不到他要的。他学校里面的学习，不知道是老师不会教，还是他自己没有打通。学校学的那个东西不能够呼应他的心灵，于是他到学校的学习对他而言，那个好像只是为了完成学业的学习，只是为了考试的学习，只是所有的大人们告诉你那叫做教科书，你要学。可是他找不到呼应他心灵的东西。而且学校的那种学习的氛围，就是大家只问课业，只问考试，只是为了得到好成绩。所以后来那一块已经得不到他的认同了。所以他像今年过完年暑假结束开学到现在，只上过1天的学。好，各位仔细听，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但是我要讲一句实话，我们现在社会所有既定的生活方式、既定的学问、既定的专家、既定的那些知识所告诉我们的，已经呼应不了我们心灵的渴望了，呼应不了了，呼应不了了。那当心灵要起来的时候，旧的知识、旧的观念、旧的关于生命、宇宙真理的描述，它呼应不了了。那新的出现了吗？对很多人来讲，并没有出现。好，这我也是要解释，在座的很多学员跟我们的赛斯家族，常常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内在的声音出来，我想在座每个人你们多少都有。奇怪，怎么许医师讲的跟一辈子他所知道的差那么远？可是你们心里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我觉得许医师讲的呼应了我自己内心我真正想听到的，就是我所讲的东西呼应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内心的某一个想追求的，或是你心中认同的。而那个认同不晓得为什么在你一辈子的追寻当中，它没有一个外在的对应物。因为现在我们的外在的对应物已经呼应不了我们的心灵了。所以我解释了我自己。各位，我医学系念了7年，为什么我医学系念了7年，所有指导我的那些医学的教授，他们说的关于生命、关于健康，它呼应不了我的内心了。我学到的是关于医学的知识，关于那些技能而已。我学到的不是关于健康的本质，跟如何把人医好病的心灵的真知灼见。后来呼应我内心能够去帮助人治病的，不是那些医学理论的，反而是赛斯告诉我的那些身心灵的观念。各位要求啊！所以后来我们一个学员，他的小孩子在念医学院，我就跟他开一个玩笑，我说今天许医师有点小小的担心如果你的孩子他很骄傲的让他的老师、让他的同学、让他的父母觉得他很棒，因为他在医学系的学习里面通通是班上名列前茅，他把医学的这套学得很好，而且还相当的认同。我很担心他一路以来得到这么多的认同，这么多的一个医学的知识出来之后，他真的是能够未来当一个
好的身心灵的医生，还是其实以赛斯心法来讲，他迷失的更远了？所以你们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没有可能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教育，我们眼中的品学兼优的孩子，会不会其实是迷失的更遥远的孩子？你们知道我刚刚在说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开始错乱的感觉了？老师眼中乖的孩子、认可的孩子，父母眼中觉得很棒的，因为你符合了社会的标准，符合了老师要的、学校要的，会不会这一群孩子其实是未来的社会上迷失的更远的那一群人？因为你一路以来，你都在追寻，你其实是有一点一知半解的那些社会的价值跟标准，那反而你迷失你的心灵是更遥远的。各位，刚刚我讲那段话，已经是大问题了哦。然后，如果一个教育局的官员，或是所谓卫生署的官员听到这一番话，他们会吓出一身冷汗。全世界认为的那一套标准，大家这必须在那套标准里面还要竞争的你死我活。各位，现在孩子有没有竞争的你死我活？我们一直以为教改之后孩子比较轻松，可是听说没有，越改压力越大。以前只要联考一次定终身，现在3年每天都要拼，因为平常成绩列入考虑了，对不对？是啊，以前只要会考试，其他的都不会没关系，现在好像什么都要会，还要会跳火圈、吞剑。以前只要会一个就可以了，现在还要会很多种，还问你才艺，还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跟嗜好。各位明白吗？好，所以整个人类设计了一套制度、一套思维、一套所谓的我们的标准，跟决定一个人的融入跟有没有面子的一个东西。那在那一套制度里面，大家还抢得你死我活，真的头破血流，竞争得一塌糊涂。可是最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你现在在整个社会制度里面表现的最优秀的，有可能是迷失的最遥远的那一群人。可是各位，如果我们的心灵开始觉醒了，好，那问题又来了，你不按照众人认可的那一套竞争标准，那么你能走出自己的路吗？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比如这个小朋友，他不认同老师教学的方法，不认同教的内容，那他显然在那个领域里面，他是得不到老师的称赞的，他是得不到这个荣誉的，得不到校长的颁奖的。那么请问他的自信心有没有被打击？请问这个孩子，他既没有办法以别人的标准得到别人的认同，他能够以自己走出的那个道路给自己肯定吗？不但可以给自己肯定，还能将来在社会上走出属于他自己的一条路。各位，好，重点来了，所有这些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当你开始已经对你的生命起了质疑的时候，各位，恐惧来了。那么我不按照那个标准，我不按照那一条公认的道路，我能走出我自己的道路吗？将来我能活得下去吗？好，各位，这就要刚讲我的幸运了。好，我一直觉得啊，不只是满天的神佛在保佑我了哈，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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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不只是满天的神佛在保佑我，我觉得简直是整个宇宙的神佛都在保佑我了。好，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大怪咖、大叛逆，好，所有世俗上、医学上的、台面上的标准，我都能达到。可是我的心中却在酝酿着一个贴近我们心灵的另外一套的生命的哲学，而且不只是酝酿，我还走出了一条道路。
那如今我在看起来，当年我现在在跟各位讲的时候，我当年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或是有什么珍贵之处。反正你一路就这样乒乒乓乓，人生就这样下来了。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原来现代的人跟现在所有的小孩子，他们真的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这一条心灵的道路上，他们需要的是被肯定、被支持，而且能够找到外在的对应物。好，比如说就像刚这些读书会的朋友来讲，你们在我不只是我那本书，你们一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你们过去在宗教的追寻、在真理的追寻没有的，对不对？那个书里面一定很多东西呼应了你们内在的某个部分。所以人的心灵渴望一个新的外在对应物，以便让你觉得是的，这是我要的了，是的，它触动到我了，是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思维，它就是我一辈子在追寻的方向了。